接下来的40分钟里，我将带你揭开月球永久阴影区的神秘面纱，找出拥有数十万伏特静电陷阱的来源，了解当地尘埃中隐藏着怎样压倒性的有毒威胁。你可以点赞、收藏、评论，找个舒服的姿势睡觉。上过月球的你肯定知道，月球是一个充斥着致命极端环境的地方。在两极附近陨石坑的最深处，数十亿年来，阳光从未触及过地面。这些永恒的阴影中隐藏着冰、漆黑的真空，以及可以与太阳系最遥远角落相匹敌的严寒。那么，这片黑暗中到底隐藏着什么无价的秘密？月球上最危险的地方又潜伏着什么？我们先说一个有意思的事，你知道吗？月球上最冷的地方比冥王星还冷。冥王星在太阳系边缘，离太阳几十亿公里，表面温度大概-220度，而月球南极某些陨石坑的底部温度能低到-248度，也就是开尔文温标的25度。25开尔文距离绝对零度只差25度，这是目前人类在太阳系里测到的最低温度。你可能会想，月球离太阳这么近，怎么可能比冥王星还冷？原因很简单，这些地方从来没有见过太阳。月球南极有一些陨石坑，坑底深深陷下去，四周的坑壁比周围地面高出好几公里。太阳光无论从哪个角度照过来，都被坑壁挡住了。不是1年见不到太阳，是几十亿年没见过。没有光就没有热量输入，这些地方只能通过热辐射缓慢地往外散失能量，温度就一路降到接近绝对0度。这就是所谓的永久阴影区。永久是真的永久，不是夸张。好，现在你知道了，月球南极有些地方冷得不像话，但冷本身不是重点，重点是冷意味着什么？冷意味着，如果有水曾经到过那里，它会冻成冰，而且几十亿年都不会融化蒸发。月球没有大气层，正常情况下，水在月面会立刻蒸发，然后逃逸到太空中。但在永久阴影区里，温度太低了，水分子连蒸发的力气都没有，就老老实实待在那里，一等就是几十亿年。这就引出了那个核心问题：月球上到底有没有水？这个问题听起来简单，但人类花了半个世纪才回答它，而且这个回答的过程像极了一部侦探小说。1976年，苏联发射了月球24号探测器，这是苏联月球采样系列的最后一颗。任务很简单，去月球的危海地区钻取月壤带回地球。月球24号干了一件之前没人干过的事，它钻到了月表以下2米深，取回来170克样品，170克也就一小把，但对于月球研究来说，这是宝贝。1978年，苏联科学家发表了一篇论文，说他们在这些样品里检测到了水，含量大约1/1000。1/1000听起来微不足道，但关键是，这是月球地下的土壤，不是表面。如果地下土壤里有水，那说明水不是偶尽数击月球的彗星带来的表面残留，而是可能存在于月壤内部的东西。然后呢？然后西方科学界集体无视了这个发现。原因很复杂。冷战背景下，西方科学家对苏联的数据天然不信任，觉得可能是样品污染了，
是地球上的水汽跑进去了。再说了，阿波罗计划带回来的382公斤月盐，月壤里一滴水都没发现。美国航天局的科学家信誓旦旦地说月球是干的，你怎么说有水？所以这个发现就这么被埋没了将近30年。有意思的是，2020年美国航天局用同温层红外天文台，也叫索菲亚，重新检测了月面，发现月球南半球某些区域确实存在水分子，含量大约100万分之100到100万分之400。这个数字和苏联1978年报告的1000分之1，也就是100万分之1000左右，其实在一个数量级上。换句话说，苏联人当年说的是对的，只是没人信。但真正让事情起变化的，不是这些采样分析，而是另一条技术路线——遥感探测。1994年，美国航天局发射了克莱门汀号月球轨道探测器。克莱门汀号做了一个很聪明的实验，它向月球南极的永久阴影区发射无线电信号，然后让地球上的地面站接收反射波。结果发现，反射信号的特征和水冰的反射特征非常吻合。注意，是非常吻合，不是确凿证据。因为粗糙的月表碎石也能产生类似的信号。但这是第一次有人拿出像样的数据说，月球南极可能有冰。科学界兴奋了一阵，但很快冷静下来，因为这个数据不够硬。于是4年后，1998年，美国航天局又发射了月球探勘者号。这颗探测器带了一个中子谱仪，专门测月球表面的氢元素。为什么要测氢？因为水分子是由2个氢原子和1个氧原子组成的，有水的地方氢含量就会偏高。月球探勘者号在月球2极确实检测到了异常的氢信号，而且越靠近极点，氢含量越高。这下基本上可以断定，月球2极有氢，而且这个氢很可能以水的形式存在。但还是差一个铁证，遥感数据再怎么分析都是间接证据。你说有氢，好，氢可能来自太阳风注入，不一定是水。你说反射信号像冰，好，碎石也能产生类似信号。科学要求的是直接证据，你得把水挖出来给我看。2008年，印度出场了。印度的月船1号探测器发射升空，上面搭载了一台美国航天局提供的仪器，叫月球矿物绘制仪。这台仪器厉害在哪里呢？它能通过红外光谱区分固态水冰、液态水和气态水汽3种不同形态的水，在红外波段有不同的吸收特征。月球矿物绘制仪能把这些特征一一识别出来。2018年，夏威夷大学的舒艾里团队分析了月球矿物绘制仪的数据，在月球2极最冷最黑的环形山阴影中，找到了3处明显的水冰存在特征。这些区域的温度不高于-156度，完全符合水冰稳定存在的条件。这是人类第一次通过光谱数据直接确认月球表面存在固态水冰。但你要说一锤定音，还得是2009年的那次暴力实验。2009年10月9日，美国航天局干了一件听起来很疯狂的事，他们把一枚半人马座火箭的上面级2吨多重直接砸向月球南极的卡比厄斯陨石坑。火箭以每秒2.5公里的速度撞击月面，掀起了一道高达10公里的尘埃雨流。
紧跟在后面的月球坑观测与传感卫星穿过了这道雨流，用携带的光谱仪实时分析了雨流中的物质成分，结果让所有人震惊。雨流中检测到了155公斤的水蒸气混合在尘埃里，155公斤，也就是155升水。这个数字远超所有人的预期。月球坑观测与传感卫星的首席研究员安东尼·克拉普雷特说了一句话，这是绝对确定的。他们第一次在月球上直接挖出了水。有意思的是，科学家原来的预期是从一个足球场那么大的面积里挖出1汤匙水，结果呢，挖出来的水够装10几个白色塑料桶。波朗大学的科学家舒尔茨激动地说：“难以想象，这真是太棒了！月球永久阴影区就像冷冻库一样，收集和保存了几十亿年来的物质。从1976年苏联被无视的论文，到1994年克莱门汀号的暗示，到1998年月球探勘者号的轻信号，到2008年印度月船1号的光谱确认，再到2009年月球坑观测与传感卫星的一锤定音，人类花了33年才真正确认了一件事：月球上有水，而且不是一星半点，是大量存在。现在我们来说说这些水到底值多少钱。先说储量，根据多个探测器的数据综合估算，月球2极的永久阴影区里，水冰的总储量大约有6亿吨。6亿吨是什么概念？相当于600个西湖的水量。在一个月球上，一个连大气层都没有的天体上，有6亿吨水冰，这事想想就觉得荒诞。但水冰的价值远不止于量大。第一个价值，它是时间胶囊。永久阴影区里的温度低到25开尔文，这意味着水冰在那里几乎不会发生任何化学变化。这些冰可能已经在那里待了30多亿年，保存着几十亿年前太阳系环境的信息。撞击月球的水来自哪里？是彗星撞上去的，还是小行星带来的，还是太阳风把氢注入月表氧化物后反应生成的？这些问题的答案可能就冻在那些冰里。对于研究太阳系演化的科学家来说，月球南极的冰就像是一个被封存了30亿年的档案室。第二个价值，也是更现实的价值，它是人类在月球长期生存的基础。你知道把1公斤物资从地球送到月球表面要花多少钱吗？粗略估计，大约10万美元。水的密度是1公斤1升，也就是说，送1升水到月球要花10万美元。6个人在月球上生活1个月，至少需要3000升水，光运水就要花3亿美元，这还是最保守的估计。但如果月球上本来就有水呢？那就完全不一样了。6亿吨水冰电解之后变成氢气和氧气，氧气可以呼吸，氢气和氧气可以做成火箭燃料。这意味着月球不再只是一个你要往上面搬东西的地方，它本身就是一个补给站。从月球出发去火星，燃料可以从月球本地造，不需要从地球带。这就像你在高速公路上开了1000公里，终于遇到一个加油站，不用再背着油桶上路了。说真的，这个价值怎么估都不为过。月球南极的水冰可能是人类走向深空最重要的一个跳板，没有它，星际旅行的成本会高到任何国家都承担不起。有了它，整个经济模型就变了。当然，前提是你能开采。
在零下248度的环境里采矿，这件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你得先找到冰层的确切位置，然后设计能在极端低温下工作的钻探设备，再把挖出来的冰运回基地融化净化。整个过程中，设备不能坏，人不能冻着，月尘不能飘进去搞破坏，每一单独拎出来都是工程噩梦，更别说全放一起了。这件事的难度我们后面再说。现在我们来说说月球南极的环境有多恶劣。你已经知道，永久阴影区冷到零下248度了，但冷只是其中一个问题。在这个温度下，很多你在地球上觉得理所当然的事情都会变得面目全非。比如金属，普通的钢材在零下248度会变脆，脆到什么程度？一锤子下去就能碎成渣，不是弯了，不是变形了，是直接碎裂，像玻璃一样。这意味着，如果你要在永久阴影区里使用任何金属设备，你得用特殊的低温合金，而且就算用了，也不能保证不出问题。密封件会失效，润滑剂会冻成固体，焊缝会开裂，电路板上的焊点会因为热胀冷缩的应力而断裂。阿波罗计划登月的时候，宇航员在月球赤道附近活动，那里的温度大约是零下170度到零上120度之间波动。就这个温度范围已经让工程师们焦头烂额了。而南极永久阴影区的温度比阿波罗着陆点最冷的时候还要低70多度，而且是持续低温，没有昼夜循环来缓解。但好在月球南极不是所有地方都那么冷，这就引出了一个关键概念：永昼风。月球的自转轴和黄道面之间的倾角只有 1.5 度，比地球的 23.5 度小得多。这意味着月球两极的某些高地几乎全年都能被太阳照到，不是一直照，是全年大约 70%到80% 的时间有光照。这些地方就叫永昼风，永恒光明的山峰。沙克尔顿环形山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个环形山直径21公里，深度大约4公里，位于月球南极附近。它的坑底永远处于黑暗中，但坑源的山峰却几乎常年有阳光，温度大约在零下50度左右。虽然也冷，但比起零下248度，这简直是热带了。这就是为什么美国航天局的阿尔忒弥斯计划和中国的嫦娥7号都把着陆区选在沙克尔顿环形山附近。你可以在永昼风上建基地，利用太阳能持续供电，温度也可控。同时，永久阴影区就在旁边，下去采矿也不远。一个有光有能源，一个有水有资源，两个紧挨着，简直就是老天爷安排好的基地选址。说到基地选址，还有一个选项不得不提：熔岩管。月球上曾经有过火山活动，岩浆在地下流动时，表面冷却凝固形成硬壳，里面的岩浆流走后，就留下了一条巨大的地下隧道。这些熔岩管的直径可以达到几百米甚至上千米，长度延伸数十公里，管内的温度常年稳定在零下20度到零下43度之间，比起地表的极端冷热循环好太多了。更关键的是，熔岩管的顶部岩层可以屏蔽掉 99% 以上的宇宙辐射。月球没有大气层和磁场，宇宙射线直接轰击地表，长期暴露在辐射中的宇航员患癌风险会显著增加。住在熔岩管里，
辐射问题基本就解决了。你可以把熔岩管想成月球上现成的地下室，不需要从零开始盖房子，只需要封住两端，充气加压，就是现成的居住空间。当然，找入口、清理内部结构、通风排险这些活一样都不少，但比起在地表从无到有建一个基地，熔岩管的性价比高得多。说真的，月球南极的配置放眼太阳系都算豪华的，永昼风给你能源，永久阴影区给你水和冰，熔岩管给你住处和辐射防护，一个区域集齐了生存所需的一切要素。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全世界都想往这里跑。当然，话说回来，零下50度也不暖和，但至少金属不会碎，密封件不会完全失效，太阳能板能工作。在月球南极，零下50度已经是最好的条件了，你得学会知足。好，现在说一个你可能没想到的敌人，不是低温，不是辐射，是灰尘。月球上的灰尘叫月尘，听起来人畜无害，实际上是个隐形杀手。先说月尘的物理特性，月尘不是地球上的那种松软的土，月球没有大气层，没有风，没有水，所以月尘不会被风化磨圆。每一粒月尘都是在数十亿年里被微陨石反复撞击粉碎形成的，每一颗都是不规则的锐角碎片。你在显微镜下看月尘，每一粒都像碎玻璃，边缘锋利的，能割穿很多东西。阿波罗17号的宇航员尤金·塞尔南和哈里森·施密特在月球上活动的时候，月尘粘满了他们的宇航服、面罩和设备。施密特后来形容说，月尘像花粉一样无孔不入，你拍不掉它，刷不掉它，它会粘在一切东西上。塞尔南说过一句话，月尘可能是我们在月球上遇到的最大障碍之一。他们回到登月舱之后，月尘粘在皮肤上，引起过敏反应，眼睛发红发痒，嗓子不舒服。你能想象那种感觉吗？你在月球上穿着笨重的宇航服，干了一天活，回到舱里想喘口气，结果发现全身都是碎玻璃一样的东西，擦不掉，洗不掉，还让你过敏。阿波罗12号登月的时候，登月舱着陆扬起的尘埃飞到了100多米外的勘测者3号探测器上，把探测器表面喷得面目全非。美国航天局后来分析说，火箭尾气吹起的月尘颗粒就像无数颗微型炮弹，对设备表面造成严重的喷砂磨损。阿波罗16号的约翰·杨在月面行走时就发现，月尘已经磨穿了他的宇航服外层，幸好没伤到内层加压结构，不然就麻烦大了。这还只是几天任务暴露的量，如果是长期驻留，月尘的累积效应会更加严重，但这还是物理层面的问题。更可怕的是化学和生物层面。月尘具有细胞毒性和基因毒性。什么意思呢？就是月尘接触到人体细胞后，会直接杀死细胞，或者破坏细胞的脱氧核糖核酸。2018年，美国石溪大学医学院的布鲁斯·丹伯教授团队做了一项研究，把月尘模拟物和人体肺细胞、脑细胞放在一起培养，结果发现，月尘能杀死这两种细胞，或者破坏它们的脱氧核糖核酸，而且颗粒越小，毒性越强。直径小于20微米的月尘能直接与细胞发生反应。2022年《自然》杂志上的综述
进一步确认了月尘的危险性。月尘中含有的钛、铁等金属化合物，在微观尺度下会引发细胞内氧化应激反应，导致细胞死亡或突变。大鼠实验显示，模拟月尘的肺毒性甚至比细颗粒物还强，能引起肺实质损伤和持续炎症。更阴险的是，嗅觉神经入侵路径，月尘颗粒中有一部分直径在纳米到亚微米级别，这些极小的颗粒被吸入鼻腔后，可以沿着嗅觉神经直接进入大脑。鼻腔和大脑之间有一段区域是没有血脑屏障的，嗅觉神经从鼻腔顶部穿过筛骨篮板进入脑内，纳米级颗粒可以沿着这条神经纤维逆行而上，直达脑组织。这不是科幻，这是已经在空气污染纳米颗粒研究中被证实的路径。2016年，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发表的一篇论文发现，人类大脑额叶皮质中含有大量磁铁矿纳米粒子，每克脑组织里高达数百万个，而且这些粒子的形态和城市空气污染中的高温燃烧产物高度一致。也就是说，空气中的纳米级磁性颗粒可以通过嗅觉神经进入大脑，在脑组织中积累。月尘的颗粒比空气污染颗粒更锐利，化学活性更强，因为它们没有经历过任何风化或氧化。如果把月尘吸入鼻腔，那些纳米级碎片同样可以走嗅觉神经通道，直达脑组织。而且月尘的边缘像碎玻璃，它不只是化学毒性，它在物理上还会切割细胞膜。你可能会说，宇航员不是穿着宇航服吗？怎么会被月尘侵入？问题在于，宇航员不可能永远不脱宇航服。在月球基地里，他们需要脱掉宇航服，休息、吃饭、睡觉，而月尘会粘在宇航服外面，被带进基地。阿波罗宇航员回到登月舱后就说，月尘的气味像火药，弥漫在整个舱室里。舱内的空气循环系统如果不能完全过滤这些微米级和亚微米级的颗粒，宇航员长期吸入就会面临风险。而且还有一个静电问题让事情变得更糟。月球表面的尘埃是带电的，太阳风里的电子和离子轰击月表，加上太阳紫外线的光电效应，会让月尘颗粒带上静电荷。在月球的光照面，颗粒带正电；在阴影面，颗粒带负电。而在明暗交界处，也就是昼夜分界线附近，正负电荷的差距会形成强电场。这个电场能把微米级的尘埃颗粒悬浮到离地面1公里的高度。在黑暗区，亚微米级的颗粒甚至能飘到50公里的高空。也就是说，月球表面并不是一个干干净净的真空世界，它有一层由静电悬浮的尘埃大气，而且这个尘埃大气在明暗交界处最浓。如果你恰好在这片区域活动，你身边到处都是漂浮的带电碎玻璃。阿波罗宇航员在月面活动时报告过一种奇怪的现象：日出前和日落时，地平线上会出现一片朦胧的光晕。当时他们不知道是什么，后来科学家分析说，那大概就是悬浮在明暗交界处的带电月尘散射阳光造成的。所以月球南极的情况是这样的：你在一个零下248度的地方建基地，旁边是永昼风，能提供太阳能，但整个区域弥漫着带电的像碎玻璃一样的有毒的
能粘在一切表面的纳米级尘埃。这些尘埃会磨损你的设备，会钻进你的密封件，会跟着你进入生活舱，会被你吸入肺里，甚至可能沿着嗅觉神经爬进你的大脑。既然这么危险，为什么还要去？因为月球南极不只是一个目的地，它是一个演练场。人类要走向深空，要去火星，要去木星的卫星，要去更远的地方。但直接去火星，就像你连驾照都没考，就直接上高速公路开卡车，风险太大。月球离地球最近，只有3天的路程，通信延迟只有1.3秒，出了问题还能紧急撤回。火星离地球最近的时候也有5000多万公里，路上要飞半年，通信延迟最少4分钟，出了问题你只能自己扛。所以月球是深空探索的训练场，你要在月球上验证一切：闭环生态系统、水循环、废物处理、食物种植、辐射防护、长时间低重力环境对人体的影响。这些东西在地球上模拟再多都不够，你必须到真实环境里去跑一遍。月球南极的永久阴影区还有一个独特的价值，它是天然的低温实验室。在25开尔度的环境里，某些量子实验的背景热噪声极低，这对于量子计算和量子通信的实验来说，简直是天赐良机。还有一些暗物质探测实验，需要极低温和极低背景辐射的环境。永久阴影区下面的月壤可以提供天然的屏蔽，但这还不是全部。月球南极还有一个战略层面的意义。如果你能在月球上实现闭环生存，自己产水、产氧、产燃料，那你就有了一个深空前哨站。从月球出发去火星，脱离月球引力，只需要很小的速度增量，因为月球引力只有地球的1/6。而在地球上发射，你要先克服地球引力，那个成本高得多。说白了，中国有句话叫磨刀不误砍柴工，月球就是那把刀。你在月球上把深空生存的技术磨好了，去火星的时候就不会手忙脚乱。最后说点感慨，月球南极这个地方从任何角度看都不是一个好去处。零下248度，没有空气，到处是带电的有毒尘埃，辐射严重，地形崎岖。通信虽然比火星好，但也不算方便。按理说，人类不应该往这种地方跑，但人类的探索从来不是从容易的地方开始的。你想想，南极洲刚被发现的时候，人类也觉得那是个不毛之地，零下60度，暴风雪，什么都没有。可现在南极洲上有几十个科考站，各国科学家轮流驻扎。珠穆朗玛峰爬一次可能丢掉性命，但每年都有人排着队去登顶。马里亚纳海沟1万米深的海底，压强能把钢铁压扁，照样有人下去看过。月球南极也一样，它冷，它危险，它不友好，但它有水，有水就有可能。6亿吨水冰意味着饮用水，意味着氧气，意味着燃料，意味着人类不必再被困在地球上。当然，前路还很长，开采月球水冰的技术还不成熟，在极端低温下，作业的设备还没造出来，月尘的防护方案还在研究中。但这些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只是还没解决的问题。人类最擅长的事情，就是在不可能中找到可能。有意思的是，苏联1978年那篇被无视的论文，如果当时有人认真对待，也许我们早就知道月球有水了。
也许月球基地的进度表会提前20年，但历史没有如果。科学有时候就是这样，证据就在那里，但你需要合适的时机和足够的工具才能认出它。月球的水等了30多亿年才被发现，人类花了半个世纪才确认它存在。比起30多亿年，50年的迟钝似乎也不算什么。月球南极的故事说到底就是一句话：最不可能有水的地方偏偏有水，最危险的地方偏偏最有价值。这可能就是宇宙给你的提示，值得去的地方从来不是舒服的地方。晚安。